嗨，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一期特备节目，因为我来到了位于加州湾区的圣何塞玫瑰园来做一个外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花开的正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圣何塞的玫瑰园都收录了哪些玫瑰品种。我们走吧。一般的这种正式的玫瑰园的中央都会有一个喷泉。那在这个圣何塞玫瑰园的一周呢，这个喷泉的这一片应该是 iceberg 冰山，冰山还没有完全打开，部分开了。因为玫瑰园的品种非常多，也很分散，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把玫瑰品种按照颜色分类剪辑，同时我也会把玫瑰的品种目录放在描述栏。那我们就先从黄色的月季玫瑰开始吧。首先，这里这么大一片的黄色月季，那就是在一个美国非常出名的品种，是看一下它的标签牌，这里写的是 Julia Child， 非常漂亮，而且这一个花据说应该已经开了半月有余。因为在半个月前已经有花友播报 Julia Child 已经开了。Doris Day， 这一个是 Doris Day， 黄色的一个，应该也是一个风华品种吧。但是它的株型感觉有点高。我觉得如果是黄色里面，我更喜欢的是 Julia Child， 真的很好看 Julia Child。这个香吗？一点点。这个真的花型很好看，也很风花，株型很 compact。这叫 Honey Perfume， 是一个获得 AARS 的。没有特别香，但是其实也还行，还不错。黄色的玫瑰，这叫什么？Pet Dandel Texas Roses， 这是一个黄色的风花玫瑰，株型不高，大概就只有50公分的样子。花苞很多，花也很大，花型是这种，看一下，波浪的花边。这是另外一个黄色的玫瑰。我为什么看那么多黄色玫瑰？因为其实我想找一个替代品，把我家的龙沙宝石给换了。龙沙宝石在我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耐晒。这是 Walking on Sunshine， 这一颗黄色的玫瑰。不过我觉得这一个株型有点太高了，可能不是很适合我家的情况。这里呢，它有一圈树月季，我们各自来看一下。是一个黄色的品种，风花性很好，开败了，有一点点粉色的边。这是一个非常旧的品种，这个是 Pristine Strike It Rich， 它是带有一点橙色的黄色玫瑰。来，我们回到中间这一个喷泉的位置，再来看一下这一个Julia Child， 实在是太风花，表现太好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会把它替代掉我家的龙沙宝石，真的很好看，颜色其实刚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浓郁，你可以看到这种花苞的形态也是非常的浓郁。刚开到后期呢，就是这种偏白，或者甚至是晒到有一点粉边了，但整体很好看。真的可以入一颗 Julia Child。它的株型没有很高，是这种大约是3个 feet， 大概是1米的高度。很好看，很好看。那这里在 Julia Child 的旁边呢，是一个 Life of the Party。Life of the Party 就是那种会变色的，刚打开的时候是这种黄色，
然后随着时间的递进会变成粉色。但整体可以对比《Life of the Party》和旁边的朱丽叶草，朱丽叶草明显的就是更黄一点。这边是偏白和偏粉。哦，这个是一个黄色的也非常的漂亮。哦，它也是朱丽叶草，这是更成熟一点的，它这个修的比较高。论起黄色的玫瑰，那朱丽叶草绝对是佼佼者之一，太漂亮了。哦，这是一个条纹的粉色的月季。天哪，你看这一个花苞，非常的多花苞。香味还不错哎。这一个株型没有很高，大概是1米的样子。朱丽叶草的株型也是大约1米。这个挺漂亮的，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的品种名。这个是淡粉色跟白色的条纹，是这种，看一下，这一个的花纹就比较的明显，是一种 Grande Flower Parade 游行日，非常漂亮，株型也很好。叶子很健康。不过我在这里看到，其实玫瑰园他们会打药的。这个颜色很好看哎。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一片还没有开的超级密密麻麻的花苞，那它是谁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品种 Orchestra。你看它的花苞，全部都是。Orchestra 在玫瑰园也有一小块，大概有20株吧。你再看一下它的种植间距，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即使是玫瑰园这样的种植间距，也就是2个 feet， 2尺所以如果你是要整排种植的话呢，2尺其实也就够了。What's this？这是一个2017年的风花品种，它把我吸引来的是因为你看这些花苞，它这个开花的样子有点像是 Blue for You， 但它的颜色更粉一点。香吗？闻一下。一点点。来，前面的这有一排新的，这是 Mother of Pearl 美兰公司的出品。它是一种很淡的浅灰粉色，花挺大的，看香不香？一点点香味吧。但它的问题是，感觉株型不太好。虽然这个品种我其实看到有卖，颜色也挺好看的，但整体的株型还是有点一言难尽，不是特别好。这个花瓣成数还挺多的。香吗？一点点。这是一个深玫红色的品种，它没有标签牌耶，这一个就算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下。Miss Manners， 这是一个新品，你看，2024年就今年的新品，是一个株型不高的风花月季，颜色是挺艳丽的粉色，看一下，这样也是现在时兴的花型吧，可能不太香，对，中香吧，轻微有一点，但是花苞挺多的，株型也不高。Pink Plums 是一个浅粉色的品种。我发现在这里其实很难找到奥斯汀的品种，因为呢，气候的原因，奥斯汀通常不太耐晒。那在玫瑰园这种全天候、全日照的环境下，其实它就花期太短了。因此，如果你是想要花期比较长的耐晒的品种，你可以到当地的玫瑰园去看一下哪一些品种表现比较好。我看到了这一片开得很好的，那是什么
哦，Miss Congeniality， 这个我有看到过，是这种晕染边的，旁边有一圈，开得很好。Falling in love， 这是一个粉色大花的茶香杂交月季。哦，它这里有一排 Delish。哦，你看一下这个 Delish， 看一下，因为恰好我家也有 Delish。这个品种那确切就是它需要开花的时间比较晚，因为你看玫瑰园也就仅仅有一朵是开了的，别的还在花苞的状态。这是什么呢？哦，很香。这是一个，就这种是茶香的品种 ，Sweet Surrender。看到另外一个也是经常。在苗圃看到的品种 Grandam， 这现在在这里还在花苞的状态，没有开很多，是这种艳粉色的大花，花径巨大，香吗？中香吧。哦 ，Queen of Elegancy， 它吸引到我的是，你看它的花瓣真的很多，花瓣数很多，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古典的花型，而且它还多头，你看，还一个，这个开了的，它现在没有开很多，但是呢，颜色中间其实是有点复古的，我觉得还很好看哎。Queen of Elegancy， 风花，你看这个花瓣，颜色挺好看的。哦，这难道是北极蓝吗？这里有一排好几棵的树月季。有点像是北极蓝。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几颗橙色的月季是什么？这是 Good as Gold， 它是这种橙色的 Hybrid Tea Rose。映入眼帘的这一个是有点鲑鱼粉色的这一片是什么呢？它的心叶是红色的 ，Jump for Joy， 就是这一片这个颜色，这样看上去还是挺好看。哦，来这一个非常高大的品种。About Face， 这个是 About Face，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那个标签牌叫 About Face。橙色的这个，我渐开始喜欢橙色了哦。我最开始买玫瑰的时候都是粉色，但也许是买太多了，现在都有点粉色疲劳。不过这个 About Face 有点太高了，不是很适合我们家。来，后面我看到一片橙色的玫瑰，我们看一下。哦，标签牌没有了，不确定是什么。再看看，这一个是，看一下，这很有可能是 Stay of Grace， 它是一个橙色的、橙红色的玫瑰，它还没有完全开，但是它的花苞很多。一簇的花苞，看一下这是不是 Stay of Grace？ 对 ，Stay of Grace。看到了一个株型比较紧凑的橙色的品种，是 Brass Band 管乐队。它是这种橙色的。外围中间是有一点浅黄色，它应该是正面是带橙色，背面是黄色这样的。这一个很风花，花也挺好看的。这是谁呢 ？Funny the Sun 也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品种。Funny the Sun 我的印象中它是黄色的，但是在玫瑰园今年可能比较热吧。你看 ，Funny the Sun 现在是这种淡粉色。
然后中间开的呢有一点点黄色调在里面，挺特别的，花型很好看。花型就是像是这种英国玫瑰的花型，花瓣层数很多。看这个翻脸的色，没想到它在春天是这种淡粉色。这个真的要看过实物才知道，应该是它对光线和温度比较敏感。条根的非常漂亮的白色玫瑰，株型很好，不是很高，大概就是70到80厘米的样子。可以看到它的花型是有点像奥斯汀的花型，这种非常的漂亮，也是多头。它这个刚开了没多久。这是什么呢 ？Easy Spirit 是一个2017年的品种，属于风花的月季，很好看的。这一个株型很好。如果要种白色的玫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asy Spirit。来看另外一个也是比较有名的白色品种是 Ice Cap， 超级多头，每朵花不大，可以看一下，每朵花大概就是3、4厘米的样子，花量超多。它的株型不高，大概是50到60厘米的样子。不过说实在，如果是 Ice Cap 跟刚才的 Easy Spirit 相比的话，我觉得 Easy Spirit 更漂亮。这个颜色有点太白了，就是纯白。我觉得还是刚刚有一点点淡淡的粉色在花心的 Easy Spirit 更好看。来，我们再看一个全景。哦，这是爆米花，非常小的，挺可爱的一款风花月季。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很像是我们家的那个耶，Sugar Moon。难道这个是 Sugar Moon 吗？看一下，对，这个样子很像Sugar，很像我们家的那一颗。冰山。这台冰山，这里有一个吸引我的品种，这是什么呢？它是白色，但是有一个很漂亮、很浅的粉调在中间，远看真的很好看。White Delight， 但是白色的玫瑰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就开旧了，刚开很美。你看，这是跟我们家的老玫瑰是同一个品种呀，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的标签。它这里也开了，这个品种确实是开挺早的，它这边有点要谢掉的样子。来，下面是它的品种名，果然是 Perfect Moment。哦，原来 Perfect Moment 是 Caudace 公司的一个出品，而且它是拿到了 AARS 大奖，还不错，难怪他这表现这么的优秀。红玫瑰并不是我的最爱，不过来到了就看一下。哦，这是一个 Hot Cocoa 啊，热可可。那它的花色是有一点点古铜的红色，确实是挺特别的。在这里，玫瑰园它种了一整排。这样，这一整排都是同一个品种。这个是一个什么？哦 ，Chino del Mayo， 这是一个拿到 AARS 大奖的，原来是这个颜色。图片上呢，它更紫一点点，在这里看的是那种烟熏的红色，有点像红可可呀，热可可。但是它的花苞看太夸张了吧？整片开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哦，朱蝶草真的是没话说，太好看了。
这一排是它会修的比较高。这样一个很鲜明的品种是番茄芥末酱。这个是正面是红色，但背面是黄色，因此它又叫番茄芥末酱。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花型也挺像奥斯汀的品种哎，这是 Celestial Light 暗夜星光。哦，它的还挺漂亮的，据说很香，我闻一下，还好吧，我闻不到它的香味。多头，非常有一点点丝绒质感的花瓣，很美，是一个紫色调的，很美，花瓣很多，而且还多头。这里有一个紫色的品种。看一下是什么，很有可能这个是 Violet Pride 紫罗兰骄傲。你看它的花就像葡萄一样。对 ，Violet Pride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看这一个花苞，天哪！而且它的株性其实还能够控制的挺好的。可以看一下它这种。花心就是中间是更深一点，周边是浅色一点。这里有一片紫色的是什么呢？这一个倒是挺紧凑的，这是一个Sweet Madam Blue， 这是一个新的品种。对，这个我之前一直看到，它的颜色比Violet Pride 就是紫罗兰骄傲要再粉一点，它也是个多头，不过它原来是挺 compact 很紧凑，适合做前景。它的香味怎么样呢？闻一下，中香吧，中等香气。这是一款新的玫瑰，所以它还是前几年才出，它估计还是新苗吧。就是这里稀稀落落的，花倒是挺大。哇，这个一定是 Love Song，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猜对。太漂亮了，花超大，多头，颜色就是没有那么偏粉，果然是 Love Song。Love Song 太美了 ，Love Song。个人觉得它其实比 Violet Pride 更美，花更大，但没有 Violet Pride 复花性那么好，因为它的花可能更大一点吧，颜色也更纯正的，也偏紫一点点。Violet Pride 紫罗兰骄傲就有点是带粉色，这一个的粉色没有那么明显，还以紫调为主。这一个有一点点紫色调的是 Silver Lining， 就是很淡很淡的紫色，开到最后是有一点发白的，但其实颜色还挺淡雅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时候这种刚开的就最美。Silver Lining 跟后面的 Shy Cake Bridge， 再来的是一个 Laptop。海王星，花很大，是一种粉紫色，但它并不是风花的月季，可以看到基本就是一根独杆上来一个花，但这就挺适合切花的，可能也不是很耐晒。因为其实很多花苞没有开翻了，那些就已经焦边了。紫色品种要做到耐晒真的不容易，但 Love Song 在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是更好一些，我觉得。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家也有的品种，这是 Coco Loco。我们看一下 Coco Loco 在玫瑰园它的表现，感觉它的颜色更粉一点，我家的可能淡樱更紫一点点，就是刚开的这种。这种很明显的复古的奶茶色，很漂亮。玫瑰园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开，但其实70%都已经开了，所以现在应该接下来的这1-2周也是非常好的时机。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一排，紫色的是什么呢？一看就知道，这就是 Violet Pride。来，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一片花海的情况，太美了！真的是一串串葡萄，太好看了。从这边的 Violet Pride 一直慢慢的去到后面的朱丽叶草，太美了。这是来到一个晕染边的一个 Betty Group Ball。这是一个 Rainbow Sorbet。彩虹冰沙，这里有一个条纹的品种是什么呢？这是法国的名字吗？我觉得法国的很多条纹品种都是法国的。这是一个条纹的品种 ，Nail Diamond， 挺香的。看它的花型，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品种，这就是说绸 Sentimental。我们又说它是雪花肥牛，大家都说 Sentimental 是强香，但是我的鼻子倒是闻不出来。我想这也就是花香这个东西确实要自己闻过了才知道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很多说强香的品种我都闻不到。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也是条纹的 Frida Kahlo， 是一个以墨西哥一个女画家命名的，非常风花，而且它这种红色就是很热烈的感觉，挺好看的。这一个挺特别的，我觉得，花瓣是这种皱褶的，它的花型一点都不像传统的玫瑰，倒是有一点，像是杜鹃那种样子 ，Fired Up， 这样花型很特别。这一个是什么 ？Tropical Lightning。特别的颜色哎，这里是一些组合的花镜吧，不同颜色的混合在一起，就更接近我们在自家花园的效果。因为我们在家里很难有那么多地方能够种一个品种种好几棵，那现在这种就挺像在家里的感觉。是不同品种混种在一起，那这时候其实高矮的选择还挺重要的。那个挺像安妮公主的，我去看一下。确实挺像安妮公主的。难道这里是奥斯汀的玫瑰？这里有颗白色的，跟旁边的安妮公主，这个都没有标签牌，我看一下。来。先记录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回头在它的网站上面去查这是什么品种，品种不可考，但这个很像是奥斯汀的花型。那如果这里面的话，那这是仅有的2颗
可能是奥斯汀的品种。这一边的呢就还没有开，这些有一些可能是测试的品种。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橙色的拱门，感觉还挺耐开的。这一个，你看远看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淡橙粉色的拱门，很好看。但它这种可能是测试的商品，它没有名字 Climber， 它只有一个代号。再看一下它的全景。来，这里有一小片是 David Austin 的玫瑰，真的很少，但可以隐约看出来，这个可能是理查菲尔的天使，没有刺的。旁边的这一个呢，打开的这个状态，难道是权杖之岛？这个我家也有。这一个是达西普塞尔，这个就是比较看真的不是很奥斯汀的玫瑰在旁边，全日照真的不是很适合。你看它这一片，真的整体效果就不够美国本土的品种那样好看，那样丰满。可能还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花吧。那最后呢，我再拍一些红色的玫瑰，因为红色的玫瑰，我觉得在花园里面其实不太容易搭，因为它颜色非常的抢眼，属于独美的品种。更多的粉、橙色、黄色，它们之间是能够相互搭配的，但红色倒是挺难的。所以我家的玫瑰纯粹的红色其实没有，基本没有。但它自己一个独自在那里，确实还挺好看的。这个品种很好，很多花。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并没有拍很多红色的品种，因为我个人是不会把它种在我自己的花园的。很多朋友都会让我推荐耐热、耐晒、好养的品种，这个时候我基本都会推荐他们去本地的玫瑰园看一下，这样就能很直观地分辨出哪些品种适合本地的气候。那希望今天的玫瑰园特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品种选择上的帮助。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希望您能点赞、订阅和转发，这样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